大家好，我是 Siki， 今天来到了第二天，我们要去韩国的婚礼。行李寄放的时候，发现那个寄放机器要有电话号码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寄放，我们就改成寄放到实体的店面。实体的店面提供很多种语言服务，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。我们要去的位置在青州武松那边，所以我们要从首尔坐车过去。首尔车站这边很特别，有很多的餐点，还有到处自由乱跑的鸽子。然后它最特别的是，当车子来的时候，并不会特别跟你讲说是它会固定在哪一个车道，它是你要在上面看大看板，然后看板会告诉你它现在进第几月台，也就是说你得在看板那边等你的车来。他们这边的座位的右侧呢，会有2个插头，座位方面蛮像台湾的，防晒的东西比较透光。我们这次比较特别的体验是我们坐到比较偏僻的地方，叫做武松，我们要搭计程车。我就已经查过，计程车黑色的话是语言能力比较好的，但是因为他们是排队制的，所以其实我们没办法挑选你要搭什么样的计程车，就是它的第一个顺位是什么，你就只能搭什么。那到了婚礼现场的话呢，他们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，外面有一些字，然后你得找到自己的朋友的名字的。进去之后呢，看到穿粉红色的传统服饰的是新娘这边的父母，然后通常爸爸那边都会穿的是比较深色的系列。顺便介绍一下，他们的传统婚礼其实是源自朝鲜王国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。他们的主要仪式有迎娶、交拜礼、和气礼、喝交杯酒、成礼等等。其实婚礼是一个家族跟家族之间的结合，不只是他们2个新人之间的事情。他们在韩国呢，新郎要叩拜2次，因为我很近看，所以他是真的是叩拜大礼，是五体投地的那一种，所以我有点 culture shock。然后我本来想说是女方的父母，所以他要拜，因为等于他从女方的父母那边就是娶到他女儿嘛。然后他们现在在1970年之后有改变，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婚礼会馆。有司仪，有摄影，穿西式的礼服，但是他们没有动态摄影，跟台湾不太一样。传统韩国婚礼里面呢，像蓝色的就是男方的妈妈，她对她自己的父母也要拜1次。他们会站起来一起跟各位宾客道谢，然后道谢完之后，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宾客们开不开心，而是新人们开不开心。所以他们的表演活动是朋友上来唱一首就是祝福的歌，然后全程就是时间很短，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算简单明了又庄重。而且新郎新娘也会很开心，因为一般台湾的婚礼其实对新郎新娘来说负担蛮大的，就是要一直叩谢宾客，然后让那个宾客们开心，然后不停的游走，对新郎新娘的负担蛮大的。在这个婚礼完结束之后，是去另外一个会馆吃自助餐，这个时候就是新郎新娘也已经换装了，然后比较轻松的状态下面跟我们聊天，然后关心我们，因为其实我们算蛮特别，我们是从国外来参加他婚礼的人，算是比较少见的。我们回去之后搭错了车，到了一个非常 fancy 的百货公司。我们本来要坐回首尔，不小心坐到了另外一个不知所以然的地方。那边看起来像一个百货公司，然后最让我震惊的是这个咖啡跟可丽露贵的要死，然后咖啡居然跟可丽露差不多大小，我整个被物价给攻击。很好笑的是，我来韩国看上意大利的牌子，插画方面的小精品，然后我买了一个地图的手帕，然后一个好像500块台币。他那边百货公司里面会做一些造景的方式跟我们蛮不一样的。我觉得还有让我发现就是 SK2 他们不太像台湾一样用很多女生，他们全部用男生，所以他们是比较偏向说既然他的主打客户是女生的话，那我就全部叫男生来服务，有点那种牛郎风格嘛。时间
基本上就是抽了号码牌之后就等交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把你的发票跟东西给他，还有护照，一下就弄完了，非常的简洁明了。但是是因为百货公司才有特别这个地方，然后还有蛮多国语言就是帮你处理的。出来外面就看一些精品们让人不能理解的东西，很不一样。这个氛围还是让你们自己有来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。地下街的部分就是地下街的感觉就瞬间又很不一样，我们就有去买一些衣服，然后他们那边试穿很特别，是要上一个台阶，然后你要脱鞋，然后你的鞋子是脱在外面的，有点日式的感觉嘛，的换衣服的感觉。一定要讲一下，吉卡哇呢在台湾非常的贵，但在韩国是正常的价格。然后我也有买一点小东西，所以如果是吉卡哇控的话，可以来韩国买，我觉得价钱合理，而且东西又多，任君挑选，绝对没有像台湾把它当货币的问题存在。那走到了那个捷运站的时候，就会发现类似这种倒掉的喷桶，还蛮特别的文化，就是你要把饮料倒掉列进去里面有防毒面罩。后面查了一下，有防毒面罩是因为当年有发生火灾，很多人被困死在里面，所以他们有一些那跟他们当年的那个捷运的建材有很大的关系，但他们现在已经全部都改革过了。我们会讲中文、日文、英文、韩文，是这样叫尺寸，然后金额，然后基础时间跟每个小时。多了吧？我不行了，密集恐惧症。身交缠在一起。游戏机台店，好忽然哦。耶。青花蝶是不是刺青店？可是又有价格，喝酒吗？喝酒，吃饭。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找晚餐，然后我走到一间店家，忽然店长就冲出来，我只是看了一眼海报，他就喷出来，然后我就吓到，所以我就只好进去里面吃饭了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1500，收一个95年1600。出来，在宏大这边。他们的那个吸油烟机是会摇来摇去的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就是它会晃，然后会把烟吸走，像是收集吗的感觉。他们比较特别的是烤猪皮，我也有烤，但是那个猪皮真的会蹦蹦蹦，就有点吓人。它的小菜就是我喜欢吃肉配菜，但是它的小菜就是感觉有一些都市传说，就是说那些小菜就是冰在冰箱很久啦，然后不知道什么的，但确实是有一种冰箱很久感。然后我有看到隔壁桌的人把所有的菜全部混在一起，我就是有吃很多的泡菜或是腌制品，回去我就疯狂的拉肚子。可是这天其实才第2天，所以我就是旅游就是要小心一点。如果你是肠胃不太好的话，就是你可能要小心这个都市传说，因为他们说有人在那边打工，然后就是他们要把那个水果或是剩菜倒掉，老板就把它收回去，如果完整的话，然后还会我从 D 卡看到啊，就说还会打那个打工的人说那个水果可以做果酱，就是不可以倒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，所以他们的食安方面的概念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。韩国猪肉的文化重点，猪肉比牛肉更普遍。在韩国，猪肉消费量高于牛肉，主要原因是价格亲民，料理的方式多变。代表的料理有五花肉、梅花肉跟猪肋排。3层肉是国民的美食，基本上在聚餐下班后同事聚会的基本标配，通常会搭配生菜，然后蒜片、辣椒、包饭酱等一起吃，而且他们不会用腌制的方式去制作那个料理，不加调味是他们的一个特色，尤其是3层肉，他们觉得新鲜的肉才是美味的关键，所以通常会直接烤原味的猪肉，然后他们觉得下班一起烤一起吃是社交的一种方式，所以他们结合了社交跟公司聚餐，而且又结合了美容的健康观念，因为他们觉得猪皮里面有大量的胶原蛋白，对皮肤有很多的益处，所以烤猪皮是很多女性喜欢的一个下酒菜。拍照的，狗狗拍照的。
可是狗狗拍照照拍得很好，这边，但是一直50%。外面这个包跟这个衣服如果都很喜欢逛性的呢，店之类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去逛嘛，然后逛的时候逛一下吗？没有看到什么楼上是宜家嘎呀店，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干净清爽，然后味道不会太重，然后折扣也这件很好看然后他们的点心比较像是美式的感觉，就是他们说美国影响比较多吧。然后他们的美式不是像日式。但是问题是，你会韩文吗？你然后不会。塔罗店，他们就这样，然后一次就要买很多个，然后这点也是我很不习惯，就是一次一定要买6个或者什么。我们点的这个，但不是这一盒，就是也不知道是我被糊弄了，就这样。他们的夹娃娃机，我本期卡哇抽抽。哦，它是用卡片的。这500块来，我看他吉卡哇然后我们家看，好秀哦，秀，然后一次这样。这样你把它夹干净。便宜耶，1000呢，1000正版，再加一个正版吗？正版看这里就知道正版。这个单品套。好看他们的设计。没有，这个有 LG LG 拿荧幕刷牙。什么钱就想赚你哟！真的，才用在里面，好恶心哦，被你讲成这样。人家明明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是我们推荐的防晒乳，然后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然后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可以帮我看个10遍，可以分享给你要去韩国的朋友。拜拜。